吉川是干了30年的顶级经纪人，手下培养出不少大明星，最近还捧红了一位国民女演员。吉川本想带着她单飞，结果对方翻脸不认人，直接把她抛弃了。吉川受了很大打击，跌入事业低谷，崩溃的他在大街上边哭边唱歌，结果命运让他遇到了一个帅气清澈的少年，吉川一眼就相中了少年，于是假装摔倒等少年过来扶他。我找到了。吉川火速把他拐进咖啡厅套话，少年老实交代自己叫拓人，因为父母双亡无依无靠，所以从老家角田跑来东京打工。吉川一听，这也太巧了，他和拓人竟是同乡，而且他父母也不在了，这简直就是命运的安排。他激动地问拓人愿不愿意进演艺圈，他一定会把他培养成下一个国民演员，你简直就是我不可或缺的人。拓人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答应了。吉川立马拿着他人的照片回去给老板看，还迫不及待地向老板提议让拓人马上参加试镜。老板对他人的形象很满意，但担心他没上过表演课，直接试镜可能会翻车。这时有员工进来汇报，公司的另一个新人演员刚刚通过了电视台新剧的筛选，基本已经内定为男主角了。一旁的吉川听了，马上给新剧制作人打电话，凭借和制作人的交情，硬是给拓人争取到试镜机会。之后吉川马上带着拓人去拍形象照，他亲自指导摄影师找角度，拍好后又亲自修图，层层把关。弄好照片后，他又亲自指导拓人练演技，一句台词让拓人重复了800遍，但练到天黑也没进步。吉川急了，拓人看着他严肃的脸也很愧疚。训练完已是深夜，吉川全副武装悄悄出门。第二天就是试镜的日子，第一个表演的男生演技碾压全场，导演和制作人相当满意，而拓人本来心里就没底，结果还因为紧张忘词了。吉川看到这一幕脸色都黑了，拓人觉得自己肯定没戏了，但他更在意的是辜负了吉川的一片栽培。他心情低落地坐在大厅等结果。刚才那个演技超棒的男生上来跟他打招呼，这男生就是拿到内定的新人演员克己。说起来他和拓人算是同一家公司的。聊了几句后，克己提到吉川被女演员背叛的事，拓人一脸懵，显然对此并不知情。克己调侃说那件事可能太丢人了，所以吉川才没告诉拓人。吉川等不及结果，直接冲到制作人面前追问。制作人说他们商量后，还是决定让克己当男主角，毕竟克己的演技是有目共睹的。吉川一听，这可不行，幸好他手上还有应对制作人的大招。他关好办公室的门，然后拿出一支录音笔。我们现在正在发掘呢。那您是说我能去演您那部戏了？你能不能演那部戏，还得看你够不够卖力呢。原来吉川昨晚出门是为了采集制作人潜规则女演员的黑料，他给制作人递上他人的资料，暗示他如果还不知道怎么选男主角，他就拿这个录音笔去向电视台举报。吉川和拓人刚离开电视台，就收到了拓人通过试镜的消息。吉川激动地把这个消息对拓人重复了2遍。拓人不可置信地看着吉川，让他高兴的不是通过了试镜，而是看到吉川的笑容，自己总算没让吉川失望。晚上吉川开心地在家抱着他人的西装跳舞，嘴里还把拓人叫做宝宝。50岁的经纪人带着20岁的奶狗勇闯娱乐圈，用尽手段和人脉，在短短3天内给奶狗拿到了男主角剧本。奶狗培训了3天就来片场演戏了。拓人知道自己演技不行，所以来到片场后非常紧张。饰演女主角的美羽倒是主动过来打招呼，听说拓人是第一次拍戏，还热情表示有问题随时可以找他。拓人感动得连连汉宫道谢。开拍后拓人的表现堪称灾难，导演喊了一个上午的 cut， 折腾几小时只勉强通过一个镜头，全剧组都在背后吐槽他拖进度，还质疑拓人是个关系户。吉川着火没处发，毕竟人家说的全是实话。好在下午开拍时美羽临场发挥，总算是让导演满意了一回。然而美羽摸拓人的举动却让吉川很不爽，明知道那只是在拍戏，他的嫉妒心和占有欲却直接爆表。于是他马上冲过去，抓着拓人的手又搓又呵气，像是在宣示主权，搞得场面一度十分尴尬。中途换装时，服装小姐姐邀请拓人参加下班团建，拓人想着要弥补给大家添的麻烦，于是就爽快地答应了。小姐姐非常开心，可是在门外偷听的吉川却气得把盒饭都捏爆了。在强烈的占有欲作下，他当即决定把这个女人从拓人身边解决掉。开拍之前，他暗中运作，让导演给拓人加了场戏。这场戏是拓人给美羽披一件西服，吉川事先在那件西装上做了手脚。开拍后，当拓人把西装披在美羽身上时，美羽瞬间感觉肩膀被刺了。导演从西装里发现了一根大头针，吉川见状立刻抢先贼喊捉贼。他对着服装小姐姐劈头盖脸一顿骂，指责他不仅专业失误，还背着经纪人偷偷约男演员出去喝酒，人家都拒绝了，他还死缠烂打。小姐姐顿时有嘴也说不清了。吉川再来个暴击，你个荡妇！一顿操作下来，
小姐姐被开除了。晚上，拓人为小姐姐被开除的事感到很内疚。我这种人总是给别人带来麻烦。吉川打断他，什么我这种人？拓人小时候在一个打压和贬低的环境下长大，所以一直都很自卑。吉川说，那是以前，现在的拓人是他心中无可替代的人，是他花光一辈子的运气才找到的珍宝。只是现在的拓人还什么都不懂，就像一个纯洁的宝宝，只要宝宝听他的话，就一定能成为大明星。拓人很感动，立志要好好努力报答吉川。可吉川转头就在宝宝的红酒里加了助眠小点心。拓人喝了酒后很快就睡了过去。吉川静静地看着自己的宝宝，越看越喜欢，忍不住凑了上去。拓人尴尬地说要回家，吉川让他等会儿，接着掏出一份密密麻麻的规章制度给拓人，你可千万不能违反规则啊。拓人看了一眼都被吓到了。规则的核心就2条，一是拓人的行踪必须实时报备，二是和异性相关的事必须马上删除。可以说这是一套全方位掌控他人的规则。拓人还能说什么？想成为大明星，当然要听话照做。第二天，公司里都在疯传克己的新物料，杂志上的克己光芒四射，大家都说克己一定会大红大紫。克己的经纪人春日景相当自豪，吉川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为了让拓人赶上来，他疯狂地督促拓人。拓人在健身房里偶遇美羽，两人愉快地聊了起来，这就导致拓人没能及时回复吉川。看到吉川发来的800条催报备的消息，拓人连忙赶到吉川家里道歉。当听到拓人说遇见了美羽，吉川立刻质问他，规则上不是说了跟异性见面要立刻向我报备吗？我好伤心，我说这些可都是为了你好啊。不等拓人继续说，吉川就冷漠地让他离开。拓人看到沙发上摆着克己的杂志，心想可能是自己努力不够让吉川生气了，于是第二天他又去疯狂健身，但再也没有等来吉川的任何消息，这让拓人不由得开始心慌起来。克己接到了大导演的剧本，很快就要进组拍戏了。他找到吉川，想请他当自己的经纪人，因为他的经纪人春日景老是犯错，他有点不信任他。没想到吉川很爽快地答应了。于是第二天，老板就宣布克己和拓人互换经纪人。他人非常难过，说好的他是吉川无可替代的人，结果吉川说换就换。一起去上演技课时，拓人看到克己跟吉川有说有笑，克己还直呼吉川的名字，这让拓人更加难过了。他和吉川的关系都没这么好呢。几天后，拓人来找吉川，说他还是想跟着吉川，求吉川不要抛弃他，还承诺以后绝对不会再违反规则了。吉川的手机突然响了，手机里有人给他发来一句计划成功，还配上了一个小视频。吉川坏笑着，然后立刻答应重新做拓人的经纪人。那好吧，原来吉川并不是真的要做克己的经纪人，他安插了一个和克己演过戏的女演员去接近他，让女演员拍下了小视频和床照，然后匿名发到网上诬陷克己和人妻不伦。克己很快就上了热搜塌房了。吉川这一招不仅为拓人搞垮了竞争对手，还让拓人心甘情愿的乖乖听话。我以后可以直接叫您惠子姐吗？送走他人后，吉川开心地来到了自己的密室，密室里密密麻麻贴满了拓人的照片。